想象一下，现在有2个人站在你面前给你建议，一个是个头发花白的老股民，慢条斯理地对你说，孩子，投资要稳，要找那些股价被低估的好公司，虽然可能涨得慢一点，但是最后一定不会亏。另一个是个朝气蓬勃的创业者，拍着胸脯说，兄弟，现在是科技时代，要投资那些有潜力的新公司，虽然现在可能还不赚钱，但是一旦爆发，那收益比可就太香了。这下你犯难了，到底该听谁的？是追求稳妥的价值投资，还是激进一点的成长投资？别着急，我们一步步来分析。毕竟选对了投资方向，可能就决定了你未来几年到底是赚是亏。先说说价值投资是什么，别被教科书骗了。提到价值投资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巴菲特，好像价值投资就是找便宜货，看看市盈率低不低，市净率够不够便宜，然后买进去躺着等升值。但现实哪有这么简单？你以为市场上真有那么多捡漏的机会？要是真有明显的便宜货，早就被机构投资者抢购一空了。价值投资真正的门道在于，你得像个侦探一样，去调查这家公司到底值不值得投资，它的生意模式靠不靠谱，他在行业里有没有真本事，他的老板靠不靠谱，会不会乱花钱，他的财务状况健康吗？这就好比你去买二手车，光看标价便宜还不够，得掀开引擎盖看看内部状况，查查事故记录，了解保养情况，这样才不会买到价低但是坑多的车。现代版的价值投资怎么玩？现在的价值投资早就不是简单的看看财务报表那么简单了。拿着计算器算算市盈率确实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个公司未来的发展空间。比方说，你要投资一家连锁便利店，除了看它现在开了多少家店，赚了多少钱，你还得想想，这个区域还能再开多少家店？要是竞争对手也来开店怎么办？它的库存管理、供应链效率怎么样？它有没有转型线上的计划？这就是现代价值投资的思维方式，既要看现在值不值这个价，还得看未来会不会升值。安全边际很重要，价值投资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安全边际。简单说就是，即使你看走眼了，也不会亏太多。打个比方，你看中一套二手房，市场价300万，但你觉得它值350万。如果你用300万买进去，那就没有安全边际。但如果你用250万买进去，即使后来发现房子只值300万而不是350万，你也不会亏。这就是为什么价值投资者总是强调要用5块钱买10块钱的东西，这样即使判断有误，可能最后也就值7、8块钱，你依然是赚的。说说成长投资是什么玩意？成长投资的真面目。成长投资听起来很高大上，其实用大白话说就是压住那些现在可能还不怎么赚钱，但未来可能会爆发的公司。就像当年的特斯拉，刚开始造车时就在烧钱，但是看看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车企了。不过要小心，成长股投资就像在森林里找幼苗，你得有火眼金睛才行。因为不是所有的小树苗都能长成参天大树，更多的可能会夭折在半路上。怎么找靠谱的成长股？找成长股要看3个关键点。第一是看行业前景，比如前几年的电动车、人工智能、现在的新能源，这些都是大趋势。但关键是你得分析清楚，这个行业是不是真的会爆发，还是只是昙花一现的概念炒作。就像前些年的共享单车，一开始多火爆啊，结果呢？最后大部分企业都倒闭了。所以得擦亮眼睛，别被表面的热闹景象迷惑了。第二是看公司实力。一个行业再好，你选的这家公司也得有实力才行。要看它有没有核心技术，团队靠不靠谱，融资能力强不强。这就像选择创业合伙人，
光有梦想不行，还得有真本事。第三是看估值水平，这个最难，因为成长股往往看起来都很贵。但你得想清楚，就算这家公司未来真的成功了，现在这个价格买进去还能不能赚钱？成长投资的那些坑，说实话，成长投资比价值投资难多了，坑也更多。最大的坑就是故事太美。很多公司讲故事很厉害，画饼画得天花乱坑，但最后可能就是个空壳。就像一些新能源汽车公司 PPT 做得特别漂亮，但最后连各样车都造不出来。还有就是追高的问题，很多人看到某个股票一直在涨，就以为它还会继续涨下去。但市场往往就是这样，等到所有人都觉得它会涨的时候，可能就是见顶的时候了。3. 市场风水轮流转，市场风格说变就变。市场就像天气，阴晴不定，有时候大家都喜欢稳健的价值股，有时候又都追捧热门的成长股。这种风格转换往往跟大环境有关。比如当经济不景气，利率上升的时候，大家就更喜欢现金流稳定的价值股，因为这时候现金为王。但当经济一片大好，钱很便宜的时候，投资者就更愿意冒险投资成长股，憧憬未来的高回报。聪明人怎么应对？真正高明的投资者不会死守单一策略，而是懂得随机应变。就像打牌要根据牌面调整打法一样，投资也要看市场环境来调整策略。但这里有个重点，调整策略不是跟风炒作。很多人看到什么热就追什么，最后往往追涨杀跌，赔得一塌糊涂。正确的做法是，在市场过度悲观时，勇敢地买入被低估的价值股；在市场理性时，关注那些真正有潜力的成长股。4. 到底选哪个？这才是关键。先要认清自己是什么人。说实话，选择价值还是成长投资，最关键的不是看谁赚钱多，而是要看哪个更适合你。这就像选衣服，再贵的衣服不适合你也穿不出味道来。如果你是个睡觉都要数钱的主，天天盯着股票涨跌心慌，那还是老老实实做价值投资吧。虽然可能涨得慢一点，但至少晚上能睡个好觉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你是个敢想敢干的性格，对新鲜事物特别感兴趣，而且输得起钱，那成长投资可能更适合你。毕竟成长股就像坐过山车，心脏的够强才行。能不能两个都要？其实完全可以两个都配置一些，这叫做资产配置。就像吃饭要荤素搭配一样，投资组合也要有点甜有点咸才更营养均衡。具体怎么配？一个简单的方法是，把大部分钱，比如 70% 放在稳健的价值股上，剩下的小部分 30% 可以放在有潜力的成长股上。这样既能保证安全，又不会错过可能的大机会。不过记住啊，这个比例不是一成不变的，要根据市场环境和自己的情况来调整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当你觉得市场太疯狂的时候，就把成长股的仓位降下来。当你发现特别好的机会时，可以适当加码。实战中的那些坑，说到这里，得提醒大家几个实战中经常遇到的坑。第一个坑是耐不住性子。很多人开始说要做价值投资，结果看到别人赚快钱就坐不住了，最后追高买入，结果被套。记住，选择了一个策略，就要坚持下去，不要三心二意。第二个坑是自以为是。有些人以为看了几本书就能预测公司未来发展，结果完全看错了方向。投资要时刻保持谦虚，
知道自己的能力边界在哪里。第三个坑是压注太重，不管是价值股还是成长股，都不能把全部身家都压上去，永远要给自己留条后路，这样才能在市场变化时从容应对。最后给大家几个实用的建议：一、别着急。很多人一开始就想找那种既稳健又能快速上涨的股票，这种好事哪有那么多？先从最简单的开始，慢慢积累经验。二、多看多学。现在网上有很多投资大师的经验分享，但别全信，要学会独立思考。最重要的是形成自己的判断力。三、记得做记录，不管是盈利还是亏损，都要记录下来。当初为什么买入，后来为什么卖出，这样才能从经验中学习。四、控制风险。永远记住，活着比赚钱更重要，宁可少赚点，也不要把自己打趴下。五、传统行业里的价值投资机会。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。很多人觉得传统行业没什么投资机会，但实际上很多好公司就藏在这些看似普通的行业里。比如白酒行业，表面上看是个千年不变的老行业，但一些头部白酒企业不仅有着稳定的现金流，还具备很强的品牌溢价能力。他们的护城河特别深，老百姓认可的品牌、独特的酿造工艺、多年积累的渠道资源，这些都是新进入者很难复制的优势。再比如一些优质的工业企业，他们可能不像互联网公司那么光鲜亮丽，但在细分领域里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地位。有些公司垄断了某个重要零部件的生产，有些则掌握着关键技术专利。这些公司可能市值不大，但现金流特别稳定，利润率也很可观。再说说新兴行业，现在很多人一提到成长股就想到互联网公司，但其实机会远不止于此。新能源行业就是个好例子，从上游的锂矿开采，到中游的电池生产，再到下游的新能源汽车制造，每个环节都藏着潜力股。关键是要分析清楚产业链的格局，哪些环节利润最丰厚，哪些公司有真正的技术优势。医疗健康领域也值得关注。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，医疗需求会持续增长。但这个行业的特点是，进入门槛高，研发周期长，风险也大。所以要特别关注那些已经有成熟产品，并且研发管线丰富的企业。市场永远不会一帆风顺，关键是要学会应对波动。当市场大跌时，价值投资者反而会很兴奋，因为这时候很多好公司会被错杀，正是建仓的好时机。但要注意，便宜不等于值得买，还是要仔细甄别公司质地。比如2020年疫情期间，很多优质公司股价腰斩，但基本面并没有遭受致命打击。这时候就是难得的布局机会。当然，前提是你得有充足的现金，还要有勇气在别人恐慌时出手。成长股遇到调整时往往跌得更惨，因为他们的估值普遍较高，抗风险能力较弱。这时候最重要的是要分清楚，这只是暂时的调整，还是基本面出了问题。如果只是市场情绪波动，反而是加仓的好机会。但如果是因为商业模式存在问题，或者行业竞争格局恶化，那就要果断认错离场。在成长股投资中，止损这2个字特别重要。说到教训，不得不提一些典型的投资误区。一、越便宜越好的误区。有些股票看起来很便宜，市盈率只有几倍，但可能是陷阱。因为有些公司业绩可能会继续下滑，商业模式可能已经过时。这就像买打折商品，不能光看折扣力度，还要看商品本身值不值这个价。二、追高的心理。人都有追涨杀跌的天性，看到一只股票一直上涨，就觉得它还会继续涨。但市场往往就是这样，等到所有人都觉得它会涨的时候，可能就是见顶的时候了。
3、重仓的诱惑。有时候我们会对某个投资机会特别有信心，忍不住重仓买入。但市场经常会教育我们，再好的股票也不能押上全部身家。适度分散投资永远是最稳妥的选择。说了这么多策略和教训，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实操层面。怎么建立自己的投资体系呢？首先要做好资金规划，要预留足够的生活费和应急资金，剩下的才是可投资的资金。这样在市场波动时才不会被迫卖出。其次是要确定投资周期。如果是短期资金，就不适合投资那些需要长期持有才能体现价值的股票。投资周期越长，越适合价值投资的思路。无论是价值投资还是成长投资，都需要一个清晰的分析框架。这个框架包括宏观层面，关注经济周期、政策环境、行业趋势等；中观层面，分析行业竞争格局、产业链地位、商业模式等；微观层面，研究公司财务状况、管理团队、公司治理等。有了这个框架，才能做出相对理性的判断，而不是人云亦云。投资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过程，市场在变，行业在变，投资方法也要与时俱进。建议定期总结自己的投资得失，思考哪些判断是对的，哪些是错的，为什么会犯这些错误。只有在不断反思中，才能提高投资水平。说到投资，不得不提财务分析。别被这个词吓到，其实掌握几个关键指标就够用了。很多人一看到财务报表就头大，其实重点就是3张表：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。资产负债表就像给公司拍了个 X 光片，让你看清它的身家状况。比如说，如果一家公司的负债率特别高，就要小心了，这说明它背着很重的债务包袱。再比如，如果一家公司的应收账款占比很高，就说明它收款可能有困难，要提高警惕。利润表就像公司的成绩单，告诉你它赚了多少钱。但要注意，光看净利润还不够，得看利润的质量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一家公司的利润主要来自卖房卖地等一次性收入，那就不够稳定。最好的是那种主营业务稳定增长的公司。现金流量表最实在，因为它告诉你公司实际收到和支付了多少现金。有些公司账面利润很漂亮，但现金流很差，这种公司要当心。就像有些人表面光鲜，其实早就入不敷出了。价值股的选股思路，选价值股最重要的是看护城河。什么是护城河？就是公司的竞争优势。比如说品牌优势，想想茅台为什么能卖那么贵，还有那么多人买，就是品牌价值。渠道优势，好比统一和康师傅，他们的方便面能遍布全国各个角落，新竞争者想要建立这样的销售网络得花多少年？技术优势，有些制造业公司掌握着独特的工艺或专利，别人想模仿都模仿不来。规模优势，有些公司因为规模大，采购成本低，新进入者很难竞争。成长股的挖掘方法，选成长股要看几个关键点。第一是看行业空间，就像前几年的电商，市场越来越大，头部公司自然受益。但要小心，不是所有新兴行业都能做大。共享单车就是个例子，最后竞争到只剩下1、2家。第二是看公司的竞争力，在同行中它有什么独特优势？是技术领先，还是模式创新？如果没有特别过人之处，可能很快就会被竞争对手超越。第三是看管理团队，创新企业特别依赖人才，要看管理层的履历、能力以及是否有好的人才机制。价值投资案例，拿一个具体例子来说，某机械制造企业，它不是什么高大上的行业，
但在细分市场上占据领导地位。它有几个特点：负债率低，公司几乎没有贷款，财务非常稳健；现金流好，每年都能稳定产生现金流；市占率高，在细分领域市占率超过 50%； 研发投入大，每年将利润的 15% 以上投入研发。这就是典型的价值股。它可能涨得不快，但是特别抗跌，而且能持续分红。即使在经济下行时期，因为它的产品是刚需，业绩也相对稳定。成长股案例。再说个成长股的例子。某新能源技术公司，虽然现在利润不高，但是增长潜力巨大。技术领先，掌握核心专利，处于行业领先地位。市场前景好，随着环保要求提高，市场需求持续增长。团队靠谱，创始人是行业专家，团队有丰富经验。商业模式清晰，既有硬件销售，又有持续的服务收入。这种公司现在可能估值较高，但如果看好行业前景，未来的增长空间可能远超预期。实用投资建议与风险控制。说到投资的实操，建仓技巧可能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环节，但恰恰是最重要的开始。很多投资者在入场时就犯了致命错误。明智的做法是采取分批建仓的策略，而不是一次性投入全部资金。比如你看中一只股票，可以把资金分成3到5份，在不同时间点买入。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分散风险，即使某次买入的价格偏高，通过多次买入也能够把平均成本控制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。在选择买入时机时，要特别注意市场节奏。当你看中一只股票时，不妨等待市场调整的机会再入场。但这里有个容易犯的错误，就是过分追求更低的价格。有些投资者总想抄到最低点，结果错过了很多好机会。实际上，只要是好公司，买入的价格处于合理区间就可以。同时，在资金分配上要做好规划，一般建议单只股票的投资金额不要超过总资产的 20%， 这样能够有效分散风险。投资不是简单的买入就完事了，持股期间的管理同样重要。建议每个季度都要对持仓的公司做一次体检，重点关注公司的经营状况是否发生重大变化。在分析时要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，不要被市场的短期情绪所影响，而是要专注于公司基本面的变化。如果发现公司经营出现问题，一定要克服侥幸心理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不要抱着幻想死扛。在整个投资过程中，风险控制是贯穿始终的重要环节。投资者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几个方面：一是整体市场下跌带来的系统性风险；二是公司自身经营不善的个股风险；三是股票交易不活跃带来的流动性风险；四是行业政策变化带来的政策风险。要应对这些风险，需要采取全方位的防范措施。首先要做好资产的合理分散，不同行业、不同类型的股票都要配置一些，避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。其次是要设置止损点，在买入之前就要想好亏损超过多少比例就止损，这样能够避免单只股票的巨额亏损。另外，永远要预留一定比例的现金，这样在市场出现好机会时才能把握住。最重要的是要持续学习和总结，不断提高自己的分析判断能力，这才是投资路上最可靠的护身符。说了这么多，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，无论是价值投资还是成长投资，关键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个。投资就像跑马拉松，不是看谁跑得快，而是看谁能坚持到最后。选择一个你能坚持的策略，慢慢积累，这才是最靠谱的致富之道。记住，在投资市场上，只有傻瓜才追求暴利，聪明人都在追求可持续的复利。选对了方向，坚持下去，时间就是你最好的朋友。好了，这就是我对价值投资和成长投资的理解。记住，
投资没有标准答案，关键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路，然后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。祝大家都能在投资路上越走越稳，越走越远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